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孙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赶快来关心，现在在不到24个小时，明天10月30号早上的9点钟，正式的就是习川会来正式的登场了。今天我们来看这一场釜山风云诡谲啊！这一场习川会到底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演进？我们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先来看到今天的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川普这一次呢，会在釜山快闪外交，背后藏的是什么样的玄机？现在包括了地点跟时间都已经列出来了。那么包括了不管是川普或者习近平他们的战略布局为何？这一场习川会真正的盘算是什么呢？再来，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习川会正式的举办之前，现在川普已经最新放话了，包括他会用芬太尼来换取关税降低。那么这个芬太尼会成为习近平的一个谈判关键王牌之一吗？有一个说法，这个是川普的即兴风格会压过习近平的长期战略谋略吗？谁会是这一场谈判桌上真正的赢家呢？这个也是我们第2个会来关心的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 AI 晶片会不会成为这一场习川会最后的一个关键筹码呢？因为呢，川普已经说了他会来先见黄仁勋，那么黄仁勋有没有可能来说服川普松手，针对对中的这个比较高阶的半导体晶片做销售呢？中美科技战会不会迎来一个新的重点转折处呢？今天就会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不到24个小时，明天早上9点，这场习川会就会在釜山正式的登场了。耐人寻味的事情是，我们先来关心德国之声爆出来的最新消息。他说，川普会在见完习近平之后就立刻走人，直接跳过在 APEC 这边主办的这一场峰会。所以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快闪外交哦，被视为是接下来会大家来做的，就是针对习川会的议题了。那么地点跟时间点也有一些玄机，今天我们也会来做解读。首先，根据了解，地点会选在釜山的金海机场会客设施的益丰楼这个地方，有望成为接下来领袖峰会的一个重要地点。那么时间呢？现在根据了解是在原定台北时间30日的10点登场，但是外电的最新消息会提前1个小时，也就是在早上9点就会正式的登场了。大家也在关心的就是这一场习川会会不会来谈大豆呢？预期会来中国，可能会重新开放美国大豆，所以中国的买家现在已经暂缓了购买巴西的大豆了。如果美国大豆真的重新开放的话，市场竞争会让大豆价格更低，降低中国加工厂的成本。而我们刚刚也收到了新闻的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中方已经购买了2船的美国大豆，预计会在今年的稍晚就会做交付了。这是本季的首季出口确认的一个采购，显示双方现在在贸易交流上已经重新启动了，更被视为是美中预期本周会达成一个更多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部分。另外有一个确认的消息，这也是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国营中粮集团本周采购了一共是3船的美国大豆，是成为中国自美国新一季大豆收成后的首次采购，预计12月跟1月份都会分别的从美国来装运完成，送往中国。这是最新消息，提供给观众朋友。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请教岳老师怎么看。现在传出了川普会在釜山举行的这一场习川会，会完立刻离开韩国。从地点、时间这些细节来看，透露什么玄机？习近平最后针对大豆这一点，不管有没有做开放，是不是都占有优势？岳老师怎么看？这个川普啊，在釜山的益丰楼啊，机场里面的益丰楼啊，就非常认真的会了习近平主席以后呢，然后呢，他今天上午有参加 APEC 的开幕啊，然后没有参加主要的议程啊，就匆匆离开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透露出非常多的讯息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川普来到亚洲啊，到处就是嘻嘻哈哈逛了一圈呢，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这1个钟头啊，在釜山啊这个益丰楼里面的讨论啊。第2点的话呢，讨论的内容当中呢，做了一个很多铺陈。这个铺陈呢，前面呢有前置的铺陈，就是在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会议当中呢，
那个大家知道，那个贝森特呢讲了很多话，但是呢没有一句是实在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贝森特讲说，我们可能考虑不征收100%的关税。那大陆普遍的话呢都炸了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这个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的100%的关税，你拿什么来换？所以说呢，我个人判断呢，大家要听就听李成钢的。李成钢的话呢，就是说是那个美国呢就是捍卫他们啊，就争取他们利益是很强烈的。那我们的话呢，就保护我们的利益是非常坚定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视频，要看完整的说法的话呢，那可以感觉得出来呢，美国这次呢碰到了大陆所谓的硬茬啊，就是说感觉上呢，就是说要铺路过程当中，对于川普来讲，听到简报当中，其中贝森特也特别强调，就是说细节他不便透露，这必须要由川普来讲。然后川普现在的话，赶快面对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川普要积极走的话呢，我觉得呢，确实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美国内部的话呢，大家要知道，美国内部是政府关门的一个状态啊。美国政府关门的状态的话呢，其实讲起来啊，就是美国本身解决不了欠债的问题。美国已经是38兆的这种国债，这是国内的，这是实际上面对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另外，我觉得问题是慢慢浮现在台面，很多人在讨论这个 AI 是不是这个泡沫。啊，这个就是说，大家就是在整个股市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海外当中呢，最重要的消息呢，就是呢，在这个南海地区的话呢，尼米兹舰上的话呢，2架先进的战机，1架直升机，1架这个大黄蜂啊 F-18啊，通通在35分钟内坠毁啊。那么这个是严密的调查，所以说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呢，他不得不重视这些事情。然后在韩国开会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川普对于在 APEC 开会就兴趣就不大啊，因为他会觉得说，这个对韩国的态度的话还不是非常好。啊，另外的话呢，他该照顾的对象的话呢，就是日本，其他的没有了啊，其他都觉得不管用，菲律宾啊什么，他都不会特别在乎。但是呢，他对于这个跟习主席见面的时候呢，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最重要的话呢，大豆的问题现在是初步上解决了啊，最主要是大家前阵子非常奇特的消息，说什么巴西大豆涨价了，那中国就换。那我觉得这是腾笼换鸟啊，也就是说是名正言顺的就转向美国买大豆。但是大豆、芯片、稀土这些来讲的话呢，是最小的议题了。是好，刚刚讲到有非常多在这一次的习川会上面都会来做正式谈判的议题。那其中另外一个议题之一，也是川普自己提出来的，就是有关于芬太尼了。现在是不是也同样的针对这个议题，川普也是在示软呢？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抛出的震撼弹，说如果习近平同意来加强针对芬太尼这边做打击的话，川普说了愿意将对中关税从目前的55%下降到45%。那目前呢，川普是已经派出了他们 FBI 的局长前往北京，跟中方就芬太尼议题来做进一步的磋商了。一方面是持续的看好可以解决芬太尼的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有人就不这么看好了。他是美国的抗中大将盖拉格，他怎么说？他认为说，川普啊，他拥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因为他的风格上面是非常的幽默感的。但是他认为说，习近平他说他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川普是可以做即兴发挥的，在这个方面是大胜习近平的，真的是这样子吗？这第一个问题，请教干哥。第二个，有关于芬太尼议题，会是习近平很重要的手上握有的筹码吗？干哥怎么看？你看了，我跟你讲哈，其实合成类鸦片啊药物芬太尼，坦白讲一句，它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前体化学品。那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其实一直在怪罪中国没有对芬太尼进行有效的管制，让它一直流向美国。坦白讲，他这个指控是没有什么根据啊。我说句实在话，你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根据的话，你应该提出来。那为什么帕特尔啊 FBI 的局长他要过去呢？他要去北京一趟呢？因为他就是要专案来跟北京去商讨，不要说报告，就告诉你说，其实我们 FBI 在国内所查到的数据是什么？可是我不能在国际公开场合告诉你啊，对不对？这样子代表说我们 FBI 的手伸得很远，所以他必须要去北京一趟。这个是一个很细微的动作啊，你会觉得说谁去北京都不奇怪。FBI 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去北京啊，而且他不是在任何的，比如说他跟随着卢比奥或者是跟着川普一起去，不是他个人要去。你从这边就可以观察得出来说，美国是很重视这个问题。是。那因为重视这个问题，好，没关系，你就到中南海来，特别的跟我们来磋商这件事情。因为它芬太尼已经造成了美国大概
每年会造成10万人死亡。所以川普就一直认为说，这个问题你不跟我解决，我们在关税上面很难谈，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来跟我谈。好，那其实中国也释出了善意啊，就说，那我现在就会承诺加强力度打击芬太尼啊，我在我们国内一定会加强打击芬太尼。其实要做的话，一定做得到。那其实习近平释出了这种善意之后，我跟你讲，大豆就可以买啦，对不对？所以您刚刚主持人告诉我们，大豆在刚刚那1分钟，我们才知道说，美国的大豆终于找到了中国的第一份订单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其实这个关税战已经出现了些许的曙光。虽然基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比如说像稀土啊，对不对？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真的解决。但是大家知道吗？前一阵子我们就讨论很多港口费，那个港口费已经快要把那些邮轮脖子给掐死了。现在两边都愿意谈，也就是说，美国跟中方两边都愿意对真正的那个下调港口费，已经开始有达成这个磋商跟协议。所以你认为说，那个现在是不是因为说美国也降低了姿态，换取了中方愿意采购它的大豆呢？是，但是美国的豆农远远需要的数量不是只有几百万吨，至少你要采购2000万吨以上才行，是你才是真的来解决我美国的问题。对，那现在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继续看下去。只是我觉得那个黄仁勋这次去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的，他说美国你应该要知道，全世界 AI 人才1半以上在中国，你要赢得这些人才的心比较重要。我觉得黄仁勋这句话讲到了重点，川普你应该好好听一听。是，确实哦，现在中美各自可以感受到双方在各种议题上，不管是大豆、港口费，稍稍都释出了一些的善意。针对于现在中方最在意的这件事情，就是美国会不会来停止限制它的这个高阶晶片的出口，我们也会来持续的做关注。尤其现在就是要看到这个关键人物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能不能说服川普了。我们来看到在10月29号，川普先行一步会见了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那在镜头前面，他也大秀自己的政绩，他说辉达跟台积电已经生产出了最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而且完全都是在美国制造的。这2间公司再加上其他晶片制造商，在美国投资金额已经达到数千亿美元了。他说我们正在加快 AI 基础建设的设施，还有在关键晶片、半导体已经全面的都回到美国来做生产了。不过呢 ，CNN 也做了报道，在辉达同意向美国缴纳在中国销售收入的15%之后，黄仁勋目前正在思考是不是他可以借由这样的机会来说服川普，争取重新开放对中国来销售这些先进的 AI 晶片，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委员怎么看？是在讲这个晶片之前呢，我先补充一点我的看法，来谈一下芬太尼哦。大家都知道，芬太尼其实它不是一个毒品的成品，它是一个工业用的原料，它用一个药用的这个工业原料哦，所以它其实它主要的它是一个中间制成的产品而已，它接下来要去做其他的生产。只是美国人，我也不晓得他们怎么会这么天兵，把芬太尼来当毒品来吸了。你看过中国大陆哪个人在吸芬太尼的吗？是，就你看到加拿大跟墨西哥有谁在吸芬太尼吗？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今天中国这个美国的川普说，你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大陆因为没有管制好毒品，所以我要制裁你们，所以我要课高关税。可前提是那是一个工业用的这个终端的成品，到底是跟毒品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说你要去对什么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它是这个种植白粉的、卖白粉做鸦片的也就算了，那你现在不是你现在是个芬太尼而已。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台湾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那个几十年前，吸毒是吸强力胶，对不对？我们讲说吸胶，强力胶是拿来粘东西的，好吗？那有人要拿来吸，那倒是强力胶的错吗？然后照川普这种逻辑，我们就应该要制裁所有生产强力胶的公司、生产强力胶的工厂、生产强力胶的国家，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拿一个芬太尼来说事根本就是为了增加他自己谈判的筹码，想制裁人家就明白讲，不用找这么多理由啦。那回过头来讲，黄仁勋对于晶片的这个他的危机感，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因为说直白一点，接下来的中国大陆市场不会再需要辉达的晶片了，所以谁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川普造成的，是美国造成的。
黄仁勋在过去这几年已经不止一次的在跟美国政府喊话，说如果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你最后就是逼着中国大陆自己自立自强、自己突围了。对，当他突围成功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需要我们了。我为什么敢这样讲？我举几个最近的新的讯息跟大家来分享哦。我提过，黄仁勋的辉达之所以可以绑架全世界，那是因为他的酷达系统作业系统号称是辉达的护城河。原本大家现在看到的 GPU 啊，以前我们在电脑里头用到 GPU 是为了画图的，所以我们叫做显卡。GPU 叫做显卡。其实以前大家不太在乎 GPU 的显卡，因为显卡是做的很简单的运算。可是呢，黄仁勋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当他看到 AI 的趋势、区块链的趋势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作业这个环境了。他让他的显卡明明是拿来画图的，可以拿来运算的。所以呢，你这张卡没有那个作业环境还不能动。那张卡接了它的作业环境，马上就可以接上了 AI 的运算，这是黄仁勋吃死大家的地方啊！因为他花了18年的时间把这个作业环境、把这个系统建立了起来。可是现在问题是，不只是他，其他的公司也在做啊 ，Google 在做，更重要是中国大陆自己在做。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自己在写程式了，他要用一个叫做 TileLand 的程式语言，他要突围了，而且他已经有成果了。第二个讯息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阿里云才对外宣布。他们已经成功的运用演算法的改变，把对于 GPU 的需求量从原本的1192片降到了213片哦，运算几十个大模型，降了多少？降了82%。它可以用把 tokens 做即时缩放这样的一个演算法，是让原本一片晶片只能够做一个大模型的运算，现在一片晶片可以同时做7个大模型的运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打算盘。当酷打的护城河即将被攻破了，当这个晶片的需求量因为这个演算法的改变，对于算力的要求没有这么高的时候，那么对辉达来说，当然是极大的危机啊！这就是为什么黄仁勋现在急不可待的一定要想办法，希望能够得到川普的点头。他这个时候再不回到中国市场，以后永远不要回来。是，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在西川会前夕，中核晶片的这一场经营权的争夺仍然在持续。我们来看到荷兰这一回是否夺权，而且踩了红线呢？中国这一次也做了一个反击哦，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那么西川会前夕的谈判桌，接下来可以看到火药味已经十足啊。先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就是荷兰9月份突袭式的袭击，并且取得了安市。那么这时候中国强硬的做了在晶片出口上面的封锁反击，到底荷兰这一场夺权是保住自己的国安，还是直接掠夺中国的技术呢？谁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等一下做解读。第二件事情，安市之争会不会登上在这一次，也就是明天的西川会上面的谈判桌呢？川普真的会为盟友出头吗？还是他会反手把荷兰当作自己的筹码，一手谈一手打呢？第三件事情，欧洲车厂现在可担心了，因为没有晶片啊，产线全面停摆，恐慌情绪蔓延，晶片战会不会扩张成全球供应链的浩劫？下一个中枪的不会只是欧盟而已，会不会还包括美国自己呢？今天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这一场中核的安市之争，我们看到全面开打哦。外媒揭露了一个真相，本来荷兰不是说吗？当时他9月份去接管安市，他的理由是说，因为啊，他认为安市管理不善，而且还有国安的疑虑。但是现在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他说真正的导火线是荷兰他们看不下去，是中国制造踩到了欧洲的痛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安市的前执行长张学正啊，计划砍掉40%欧洲的人力，并且要关闭德国慕尼黑的研发中心，甚至把英国曼彻斯特厂的这个设计机密跟设备设定，他希望能够全部转回中国厂，引发了欧洲的恐慌。于是荷兰当时就动用了冷战时期的物资可用法，用国安的理由来强制接管了安市，也逼退了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安市的高层。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委员了，荷兰这一招接管安市是真的国安议题，还是假掠夺战？委员怎么看？
很显然的，荷兰是假借国安之名实行掠夺之实哦。那么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看最近这段时间在国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哦，从美国到国际社会哦，其实有一个不变的脉络。这个脉络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小弟们常常做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有的时候砸到自己脚就算了，还连朋友的脚也砸了。那么砸了朋友的脚就算了，有的时候搬的石头太大了，旁边一堆愚蠢的幕僚就跟着一起搬，然后搬一个更大的石头去砸自己的脚。荷兰今天就是干了这件事，他搬了这个石头下来呢，不但砸了他自己的脚，他连整个欧洲的车企的脚全部都砸到了。所以欧洲的许多国家对荷兰做这种蠢事已经强烈的不满了。对，包含德国的这个总理，他也在这个公开表达过啊，说你要讨好美国就算了，你干嘛把我德国拖下水呢？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安氏这个事情事实上是这样，荷兰在今年的9月30号，他动用了商品控制法，把安氏强制的接收了，把原本文泰科技的股权从100%降到只有1%嘛。那么其实在他宣布之前是9月29号，美国的工业安全局就已经宣布针对实体清单的出口限制要扩大。文泰科技本来就在美国的这个实体清单之上，可它现在扩大成什么呢？就是你这些科技转投资只要超过50%的，都要一并出口管制。对，所以呢，这等于是美国再一次的用长臂管辖。然后荷兰呢，一方面是自己有危机感，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要讨好美国，配合美国的政策，然后就开始启动了对安氏的接管的动作。但是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什么？安氏当时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的文泰结合？其实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这样。他希望把晶片的设计跟高阶制造留在欧洲，把封装跟测试我送到中国，然后呢，借这样的一个模式打造欧洲自己的这个像车用晶片这些基础晶片的生产线。可是呢，这个没有想到的问题是他自己在生产的过程中，你既然文泰科技掌握了你的安氏半导体100%，我要讲100%的股权这是在多少？2017年的时候。安氏用268亿人民币卖给了文泰科技，文泰科技花了268亿买一家公司，买下来之后，难道他不需要经营这家公司吗？这家公司如果绩效不好，你难道不需要做裁员？你难道不需要做所谓的 relocation 吗？这任何一个经营公司的人都知道的。当你面临到这个人力成本过高，或者是技术有缺乏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一定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技术素质更好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而且讲得更直白一点，这家公司就已经人家买下来了，到底干你什么事啊？你既然敢卖给他的时候，就全部都卖给他了。我第一次还听到说，卖了一家公司之后，你还不能动这家公司的厂你不能关这个厂，你不能把这个设备移走，你不能把这些技术拿走。这些技术难道不是登记在当时那268亿的资产里吗？否则人家花268亿买你什么？买你一个安氏的名字吗？所以最奇妙就在这里了。你今天把人家的股权从100%降到1%。那我要请问一下荷兰，你要不要把钱还一下呢？那268亿你给人家拿走了，然后你现在跟人家说你只剩1%咯，所以你当然就会导致到中国大陆的全面反击嘛。全面反击倒霉的是谁？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啊，因为欧洲的车厂长期以来就是依赖了安氏所生产的车用的这个基础晶片，现在这个一断货，接下来呢，欧洲的几大车厂像 BMW、像 Benz， 他们可能在出货上都会有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对，就如委员所带我们看到的，所以现在其实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因为中国大陆当然早就已经祭出反制了，针对荷兰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看到原本的这个安氏它的运作模式就是确实是在欧洲做研发，然后如委员帮我们提到的，中国完成制造，那大概70%封装测试等等都是在大陆做的。那大陆做完之后再出口到欧洲国家，但是等于说大陆现在把它一刀砍断了。那目前为止，其实截至目前，过去一直运作的方式就是说，主要的这些前段都会在英国、荷兰跟德国这些地方来做研发等等。那总部会设在荷兰，然后后段的部分则是在亚洲进行，不管是在中国或在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等等。但是大陆现在等于是把这一切后段都卡死，让它无法出口到欧洲国家去这些晶片，那么影响的就是确实欧洲的车厂之外，
还有日韩的车厂。欧洲的车厂现在福斯已经出来说了，晶片库存啊，我们只能再撑下3周而且宝马跟宾士的产线现在也都陷入在瘫痪之中了。另外，他们还要担心的是，现在中国市场根据欧洲的说法，冒出了一堆是安氏相容的零件供应商，但是欧美厂商仍然是不敢买的，原因是安氏已经警告了中国厂的产品，我们不会给你保固，也就是说你买的这些零件坏了，也不会有人帮你做处理跟维修等等。现在的关键要来看了，西川会有没有可能安氏这个议题上谈判桌来化解中核的危机？卞老师怎么看？这个我先强调一下哈，这个荷兰干了一件蠢事啊，但这个蠢事的话呢是有连锁效应的。所以我这边得到的题目是说，这个北京封锁这个出口，这个生产这个封装的地方是在东莞啊。那么这里头的话呢，就是最重要的，北京是叫做杀鸡儆猴了啊，因为荷兰呢自己以为啊，替美国当小老弟这个谁喊的就是先敢对对方的老大开枪啊。荷兰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美国很高兴什么关税的问题，但实际上的话呢，荷兰有一个想法错误了。第一个错误的话呢，就是呢，他把这个1000多奈米的芯片当成稀土来搞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个是非常，就因为它生产了非常多嘛，上千亿片封装的上千亿片，他把它搞的，他以为这个是独一无二，他就搞了这个方法，搞了一个什么暂时的法律，1953年的什么的，就勉强，美国也不高兴，那大陆的话一看以后，9月30号登了，4天后10月4号，大陆马上讲不准东莞封装的任何一个安氏的芯片出口那么这个要大家了解，这个荷兰就是搞不清楚这个状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荷兰呢说谎官员呢，为什么官员呢出来说谎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倒戈了，那个马上下台的那个部长就在那边讲这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没有按照美国的讲法来做，想要混过这段时间。可是底下要接上去的人会是个大麻烦的，中荷之间大麻烦，就不让他搞。那大陆基于要杀鸡儆猴，杀什么鸡惊什么猴呢？就是说很多美国的小弟想要耍荷兰这一套就现在非常严重。这基本上的话呢，因为你当初要的钱加起来是280几亿，当时购的价格，整个航母起来，航母让它超过300亿的人民币人家买你什么？人家是最主要，原来是说你总公司因为大陆在买东西，就像是那个吉利买了那个 Volvo 一样那个总公司都放在斯德哥尔摩是造成一种感觉上是个洋公司好看，当初是这样子构想的。那你现在的话呢，就是荷兰的总公司还真的摆起谱来，想要当真的一样，那根本就理都没有理你，75%以上的芯片都是在东莞做的，他根本就不让你出口，不然出口你下就断供了，断供以后就没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荷兰当初的条件就是你把那个张学正那个 CEO 给我换掉那个文态当中的话，大陆要了解只要中国的企业受到欺负，那政府一定会出手那不准出口，那就政府出手对不对？你逼到最后的关头，现在这里头的话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现在荷兰搞这事情，对不对？一巴掌耍掉你半个脸从此以后看你还敢不敢动？现在好了，同意了，认怂了，安氏出口用人民币计价然后维持这个现在基本上能够出芯片但是这个安氏的中国厂已经完全跟荷兰断掉了，我们自己干就不要你了你这个搞的方法，因为荷兰本身人家说偷鸡不着蚀把米现在是偷鸡不着的话呢，连自己所有的工具都不见了以后再也没有工具了，所以就这个麻烦。好，那干哥呢？干哥又怎么看？其实我跟你讲那荷兰为什么会搞这个飞机我们真的。你援引了1952年冷战时期的商品供应法，对不对？因为有国安疑虑，我一直在思考，它主要出口的是汽车晶片，它跟国安有很大的关系吗？这可能就是我比较不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飞机的高阶晶片，或是飞弹的高阶晶片。如果它是这些，就是说这些科技产品的话，那你当然安氏它有很大的国安疑虑。它如果不是那么先进的晶片的话，那为什么政府会发动这样的制裁？会就等于是说，我现在就开始监管你这家公司了。可是问题是，它现在所影响的都是宾士BMW 福斯的库存晶片只剩下3个礼拜了。他说：“我跟你讲，只剩下3个礼拜，3个礼拜一到，我是一部车我也做不出来。那政府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帮我们？就算福斯是德国车。”现在德国自己本身的沃尔夫斯堡，他说我们已经快做不出来了啦。而且我们沃尔夫斯堡就是做国民车，什么国民车叫高尔夫是什么？大众汽车生产的。那在
在那个欧洲销售的非常好，为什么？它是主流，它是欧洲人主要拿来代步用的大众的一个品牌。那所以这部车是销售的非常好。现在你像东莞的这个安仕的厂，他们现在封测，我跟你讲，他们那80%的货都是从东莞的厂出去的，现在完全不能出去，你怎么办呢？那你说到底会不会影响美国？好，我们现在这样来讲好了。三大封测厂是在哪里？你看意法半导体在哪里？在深圳的福田，英飞凌在马来西亚，那安森美是在菲律宾。那为什么都在海外？大家想一个问题，简单嘛，成本便宜，就是说人工低嘛，人工低他们才会设在海外。就大家看到我们那个图上面，为什么会分别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啊，还有那个深圳，就是因为它的人工，因为什么知道？欧洲完全没有封测厂啊，它只有什么？它只有晶圆厂。那封测这种事情是最后端、最尾端，但是需要很多人力，所以交给了成本比较低的亚洲厂。这样子连成一体的话，你的企业才有利可图嘛。所以是这样。结果现在你现在踩到自己的脚了。荷兰政府，你现在这个厂在东莞，它现在不出货，造成了在欧洲本土的前3大车厂BMW、Benz 还有福斯都没有办法出货。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很快的危机就会到来了。那你荷兰现在怎么办呢？你要像那个委员讲的，把那个股权再还给安仕吗？我告诉你，中国大陆没有这么容易低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私底下，荷兰政府一定要跟北京好好的谈。不然汽车产业马上就面临很寒冷的冬天了。对，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美委战争，委内瑞拉这个战争是一触即发了，尤其现在美军签下了保密协议，据传要即刻入侵了吗？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中俄是否联手美国来力挺呢？来针对美国，我们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现在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加勒比海火药味失控蔓延，美国呢无视于国际的争议，持续的发动了是3波的空袭，一共是击沉了4艘船，酿成14人死亡的一场悲剧。其实我们一直从9月份就做了许多的报道从9月份到现在先做一个统计，美方已经击沉了14艘的船，至少造成57个人丧命。而这一件事情最吊诡的是，华府口中一直说这个是反毒行动，但是都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船上面是真的有毒品。外界质疑美国就是在做假旗作战，为接下来川普要入侵南美洲做好准备。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先来看到有一些迹象。美联社的报道 ，CIA 美方曾经试图要策反马杜洛当时的专机首席飞官，他怎么要求这位飞官呢？说，你秘密的把你们总统把你们的总统马杜洛的座机转向吧，让美国呢可以直接当场逮捕马杜洛。这是第一件事情，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美军官员甚至被要求，路透社的报道，签署保密协议指出呢，川普正在为入侵，接下来他不只是要入侵委内瑞拉，甚至还有哥伦比亚都已经预做好准备了。听到这些消息之后，美国政府怒斥这是美国南方司令部策划的殖民侵略美国已经逮捕了疑似和 CIA 有关的这些佣兵，而他们正在准备策动的就是这一场假旗的袭击。川普从各种动作来看，已经准备好要来作战，要来入侵南美洲国家，要动武了吗？这一场行动最后的一个目的，是不是就是要扶植亲美的政权？委员怎么解读？当然就对美国来说，他长期以来玩的把戏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那么以前要加这个罪，好歹还会加的比较高尚一点就是跟普世价值有关啦跟民主、自由、人权扯上关系。现在完全没有了，现在的这个借口都很 low 到让人家觉得非常意外了，就拿毒品出来讲了。我刚才讲
这个芬太尼已经讲过了，他要对付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是芬太尼，要对付中国大陆也是芬太尼。现在要对付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的时候呢，他就拿白粉、拿毒品来说事了。可是关键问题来了，我们大家想一想，委内瑞拉也好，哥伦比亚的人有每天都在吸白粉吗？如果你说他生产白粉好，理论上来说他也应该要吸白粉吧。所以照你美国这种说法，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加拿大、中国大陆理论上都在吸毒啊。可是为什么人家没吸，只有你吸呢？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吧？就你的人民不争气，跑去吸毒了，你不好好去研究一下，说我要怎么样去协助大家摆脱毒品，我要怎么样在国内严打贩毒。就你现在不是，你是回过头来说，所有我周遭跟这个扯上边的、没扯上边的，我通通都把你一网扫进去了。反正呢，我欲加之罪，你能怎样呢？所以对中南美洲的国家也是如此啊。照川普这种搞法，那你下周就要入侵金三角了吧？那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都被你占了，好了，中南美洲可能没有制造毒品的地方了，那其他地方还有啊？你要打进地球上所有生产毒品的国家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简直是奇怪到极点，就自己不检讨自己不在国内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反而想尽各种办法用这个理由就把自己的手伸到全世界去了。好，那你说他要做这件事情干嘛呢？当然就是为了肃清他家后院的忠诚度啊。对美国来说，他已经早就对于中南美洲这些国家分崩离析，过去可能是对他完全效忠，现在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这个结盟的方式了。他早就已经心生不满了，所以他找尽各种理由来处理他们。从我们看到的巴西，对不对？巴西他就希望他的好朋友能够重新复辟，重新上来，所以呢，他用关税来打击他。对，委内瑞拉也是啊，他说要入侵委内瑞拉，说马杜罗因为运毒品。你有听过运毒品这个国家被打的吗？好歹去打那个生产毒品的国家，他运毒品到底犯了什么错呢？很多国家都运毒品的。那照你这种理由的话，你川普可以把全世界都打完了。但是他照样用这个理由啊，随便就把人家船击沉了。那船上到底有没有毒品？不知道。他说有就有，你能奈他如何？对，这些人都活该死了。所以对川普来讲，我觉得他现在做的一个措施很简单啊，他所谓的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同时，他也要把他自己家后院肃清干净。凡是不听他的话的，立场跟他不同的，可能跟他敌对的，通通扫光，各种理由都可以安上。在最后的理由就是用毒品了，反正现在毒品是最好用。川普把毒品当作普拿藤来用了啦，就他想打哪个国家，他想制裁哪个国家，他就拿毒品这2个字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对川普来讲，他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原本接触的这个孤立主义的路线啊，说美国以后不要再管世界上的事了，我管好我自己。这是他的支持者对他支持拥戴的原因哦。他现在如果把手伸到了哥伦比亚，伸到了委内瑞拉来，他马上要面对的问题是，我要怎么跟我这些国内的支持者解释？这就是刚才为什么思明讲到所谓的假旗袭击啊？为什么要用假旗袭击？为什么要用这种 cover up， 就是这种秘密行动哦？为什么要来做这样的处理？其实他就是因为他不能够正大光明的去出手，因为正大光明一旦出手，他就要马上对国内解释说，他原本走的这个孤立主义的路线，我至少门前雪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要重新反转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川普的政治目的已经是非常明显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委内瑞拉的这一场战争是一触即发的。但是呢，我们等一下要来解读一下美国它有哪一些装备，但是美国它也不是吃素的这一回它有了俄罗斯的帮忙，那有没有中国呢？这2个国家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先来看到，那美国它现在手上有哪一些战力哦？我们看到除了原本的6500名的官兵之外，还有包括了它已经出动了，它接下来会放的艾森豪号的航舰打击群之外，它的包括了轰炸机 B-1B 还有 F-15E 等等都会出动。另外，它还新增了包括有1万名的兵力，形成号称是史上最强的环尾包围网。刚刚讲了，美国也不是吃素的，他找来的是俄罗斯来介入帮忙。于是呢，我们来看到俄罗斯跟委内瑞拉就签署了一个战略伙伴条约，紧急派出了他的这个运输机，连夜的送武器到委内瑞拉，包括了现在美国境内的一些防空系统都是遏制的，包括了导弹啊，或者是战机，甚至是超音速反舰，都对美军可以构成威胁。这样做，俄罗斯的加入就能够阻止川普吗？美国的防空火力能够震撼美军它的这个航舰群吗？干哥有怎么看？好，我们来看那个美国的兵力你光看这个表这个兵力不是打那个南美国家用的，对，是打北韩用的，你知道吗？
你要打北韩要这样才够。哼，你要这样的话，你就杀鸡是要用了牛刀了。为什么？你光第26远征单位就是陆战队啦，对，就是陆战队，那是最精锐的，那个是要去，那是可能要去打那个平壤的，所以说你才会派这些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陆战队的精英，然后再看到空军的 F-15E 跟 B-1B 啊，B-1B 好久没出来亮相了，我们知道终于可以看到它的样子了，不错不错。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他出动航空母舰战斗群，我的天哪，你怎么会用到这种东西？这根本严重违反了国际法。OK， 你现在我们第一次我们就认为说，你不能够把毒贩当成什么？当成敌人在打。结果1个多月前你也集成了第一艘啊！你看家属就抱头痛哭啊，毒品在哪里呀？到现在更新的船被集成，家属还是一样。请问毒品在哪里？证据在哪里？美国军方能不能提供？还有川普，你们能不能说出到底证据在哪里？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所以现在开始有一些变，有些反转。什么？俄罗斯说来，那个委内瑞拉，我们签订了这个战略伙伴同盟同盟之后，这个一流生这个76飞机啊，终于真的是载着很多军火过去了。其实我跟各位讲，委内瑞拉现在要抵抗美国最重要的就是2种武器，一种就是反舰飞弹，另外一种就是防空飞弹。偏偏这2种都是俄罗斯的强项。反舰飞弹给你什么？反舰飞弹我就给你那个KH-31啊，这种反舰飞弹是普遍配备在俄罗斯的主要战机上面，也就是在面对如果跟北约开战的时候，苏凯34战机或者是苏凯57战机这些先进战机，他们都一定配备 KH-31。KH-31是一种什么飞弹呢？它就是这样子好了，终端速度是5倍音速，可是它并不是战略武器，它是战术武器。它5倍音速掠海飞行打过来的时候，你怎么被它从肚子里面穿过去你都不知道。是航空母舰就会吃一颗这种。当然像这种飞弹它不能一次集成航空母舰，但是它对于航空母舰以下、驱逐舰以下的飞机非常有效。它只要在水线附近穿过的话，这艘船就沉定了。所以它现在马杜罗他得到了这样的飞弹的话，我觉得对委内瑞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强心针。那另外呢，就是大家看到我刚才讲嘛。B-1 都出来了 ，Freelancer，B-1 是很久没有见面的那个战略武器啊，战略轰炸机啊。那你要对付它的话，当然马杜罗要收到俄罗斯给他什么 S-300，S-300是俄罗斯现在次一级最先进的，因为最先进的叫 S-400啊 ，S-500还没出来，所以现役最先进是 S-400。那他现在送给他 S-300的话，那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的指挥官会怕，会怕。因为 S-300相当于爱国者2型，也就是说美国自己的爱国者2型，你自己怕不怕？怕，为什么？因为精准度非常好。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俄罗斯真的用这个一流生76那个运输机送了这些东西去的话，那美国的前沿指挥官他们要好好思考一下，你的战略要重新部署了。委内瑞拉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打。好，我们看到美国包括了这个整个南美洲国家有了俄罗斯的支持，那另外一个国家，刚我们要讨论的还包括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又会不会支持这些南美洲国家？尤其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是委内瑞拉，等一下会请苑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其他国家恐怕也要准备了，这是来自于共和党议员说的，他说下一个目标啊，不会只是委内瑞拉而已，还会扩及到哥伦比亚跟古巴，更扬言，这句话就夸张了。他说，整个西半球都是属于美国的，被视为是21世纪版本的门罗主义复辟哦。那么，包括了多个南美洲国家都已经站出来说了，这个是侵略行为啊。现在就是要看中国角色了，因为中国长期跟南美洲国家有很多的合作，不管是在“一带一路”上面，或者是人民币的贸易圈等等。那中国的角色，苑老师又怎么看？中国绝对不会放手让南美被美国并吞，因为这个违背了中国的福音的联合国的公约。中国作为联合国的5常国家，大家不要忘了，英国跟法国可能不敢讲话，俄罗斯这边刚刚干哥已经做了清楚的介绍。那中国本身确实是会帮助委内瑞拉做这个事情。我要讲的从3个部分来讲，为什么是委内瑞拉？因为委内瑞拉从查韦兹开始，
啊，就是以反美著称啊。所以说呢，美国对于他家的后院，有人不听话就算了啊，还要反美。所以说查韦斯的话反美，查韦斯就用他们的石油来补助哥伦比亚。啊，所以说整个南美洲基本上所有的南美洲国家都偏左，那美国是一个非常右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点的话呢，啊，那个委内瑞拉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产量，不是产量，藏量储存的量啊。那他们本身来讲，他爱钱嘛，他喜欢看的这一点啊，那就这个情况就很简单。然后第三点呢，我要强调一下，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叫什么斯科特的，他其实是很不要脸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拥有菲律宾的时候让菲律宾独立？因为美国不要跟穷人为伍，啊，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啊，当美国人不难呐，对不对？大了个肚子到美国生孩子就美国人，但是美国认为说你起码要有5万美金生个孩子啊，这不要穷人来，所以说美国要占领整个西半球啊，只有一个办法，就学以色列在加沙把他们全部干掉啊，就干到底下。美国人是不希望自己扩大，每个人都有在美国办签证的经验难得个要死啊！美国人都害怕，就问你问你如果长得漂亮，问你要不要嫁人如果长得这个说问你有没有钱美国都很在乎人家要不要进来，他还要占领别的国家，所以斯科特就是讲的搞不懂那像古巴啦什么哥伦比亚说好来啊，你就都变成美国人愿意我们在台湾就有51俱乐部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美国又不愿意做的事情，又不愿意被杀光，那什么东西？美国对于南美洲像这种美国的参议员跟这个众议员水准很低的，这个是严重的违背了世界的公约，违背了联合国的精神。那中国怎么可以放手让你这样干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是，好，谢谢袁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持续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4中全会刚刚落幕，等一下我们会就一些细节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一次的15规划是由习近平来亲自亲控的，等一下一起的来做关系。另外，他会如何在这个会议上面来亲自去主导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赶快来看到这个4中全会才刚落幕，这是来自于新华社发布的，立刻就发布了，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全文就已经出炉了。15个部分3个板块，今天要来看到的部分就是这当中最关键的文件是由习近平主席亲自操刀的。10月28号，习近平现身，也说明了整个起草的过程，他也亲口证实，确实接下来会由他本人来特别做负责人。那其他的人包括了副组长有李强、王沪宁跟蔡奇、丁薛祥等人，整个核心目前还是握在他的手上。台湾的这一位是国防院的助理研究员，他是齐乐意做了一个分析，他说为如期实现15规划，习近平将会持续掌权到2030，甚至呢持续掌权到2035年都不会假他人之手，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苑老师怎么看这个15计划来看，暗示习近平的治权稳固可以到至少2035年吗？那藉由这个计划，我们也来看接下来他如何主导美中的贸易对决。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我首先呢强调，什么叫14-15，什么叫15-5，就是5年计划，14次5年计划，15次5年计划。那么这个的话呢，到了2025年，就今年14-15就收官了完美收官呢，基本上都达到了税额预求的目标。几个月前就已经到达了快到了90%。那现在情况成果不错。那15-5的话呢，这里面呢包含了几个重点我在这边简述一下，因为这个网络上的消息非常多。首先呢，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呢，就在20大的4中全会里面来开会这个20大4中全会呢，那么原则上来讲，5年计划呢，就是2年在前面任期，那么3年在后面一个任期，所以要横跨2027到2030，这是第一个15-5。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15的那个目标呢，原来15呢请记住它叫做经济计划，它不是计划经济这个观念一定要翻转过来。对。那么这个强调这个大陆的发展，我在当中呢会除了强调全面加深改革以外呢，另外最重要的是提振科技，还有一个是叫提升我们的社会文明那么这个要普遍让大家日子过得好一点，在5年当中，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3个重点的话呢，大家仔细看的时候呢，就是在4中全会呢即将闭幕的时候呢，那个习主席呢跟这个所有的这个党外人士呢一起合开了个会，里面强调了大概7个目标吧，就是未来在15中要发展的科技，里面包含了核聚变啊，然后这个量子科技啊，然后这个脑机衔接啊，里面有很多了，大家可以看里面的内容呢。最主要的，他是讲说，到了2030年不行，要跨到2035年。对，换言之的话呢，这不是15了，连16.5都写进去了。所以14.5刚结束，15还没开始进行，那16.5呢都已经有计划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说明了你刚刚提到了我的同学齐乐意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呢，因为大家这个各式各样谣传啊，什么权力不稳啊，身体不行啊，什么将官什么的，跟我自己观察到完全相反，非常稳定。而且我说句良心话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听就大陆的绝大多数人都极其期待为什么呢？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中才有发展。而中国人不发展已经超过200年了，你今天是难得一次，我必须强调，今天天佑中华，我们所有讲的消息，讲到美国乱搞啦，讲到美国做这个事情然后美国的盟邦发挥不了作用通通都说明了4个字：天佑中华，机会来了。就这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15计划里面的详细的内容大家去看，但是呢，中国只要落实了15，再5年或是再10年，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是，好，老师刚刚帮我们讲到非常细节有关于15规划。那这一次其实呢，当中也特别列出了未来在科技产业上面会做一个比较高度的发展，它也列出了总共是7大战略性的新领域。今天我们就这个细节会做一个比较细部的分析这包括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还有氢能和核聚变等等，还有6G 通信。等一下都会请我们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那2035年他们也已经规划了，是说接下来让中国的经济、科技、国防、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要全面的做提升。那另外他们也提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委员怎么看？对，大家在关切这个20大4中全会的时候其实除了关注15.5的计划之外，当然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刚才苑老师所提到的习近平的位置究竟稳不稳我觉得这再一次的反映了西方媒体的无聊无知的这种愚蠢的行为了他们总觉得好像用诅咒就可以把人家诅咒死我不止一次在这个节目讲过，如果这个诅咒是有效的，金正恩已经死了800遍了。这个诅咒如果是有效的，习近平已经中风10几次了，但是讲的活灵活现的。所以呢，国内外所有的人在看这个4中全会的，大家都现在看说习近平有没有出来这一次习近平稳不稳得住？他是不是要交班了？甚至连交班的人都可以传得出来，我真的傻眼了。所以当大家看到4中全会还是由习近平气定神闲的在宣布15的计划的时候，就再一次证明西方媒体的无知、无能、愚蠢的地方了那我们回过头来讲15，其实从15的计划里头不难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已经定了一个基本的调子，这个调子就是科技就是国力。接下来所有的一切，不管是经济，不管是这个国防，各个层面都是以科技为基础的。所以他们提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尖端科技的发展比如说他们提到的量子，这个量子运算、量子这个电脑。各位知道量子的这个晶片量子运算现在在全世界大概是2大研究中心，一个是美国的矽谷，一个就是中国大陆。那美国这个走得最快的就是 Google， 所以 Google 最近才宣布了一个他们的量子晶片，叫做 Willow 这个芯片出来了这个运算的速度有多快呢？我告诉大家，这个运算速度比现在的超级电脑快13000倍，也就是现在地球上的超级电脑它要花150年才能算完的东西。这个量子晶片只要几天就算完了，可以取代150年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量子运算现在的重要性在哪里了。那么因此，中国大陆事实上，据我得到的一些讯息，中国大陆自己在量子运算上、量子电脑上已经有突破了，只是他们很保守，他们并没有把它讲出来。甚至有人预测说，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包含俄罗斯很多骇客之所以能够快速的骇进去，然后把比特币拿走，是因为他们已经用量子电脑来做解码了嘛。所以各位知道，一旦你量子运算成型之后，接下来的是什么？就是量子晶片。量子晶片马上就要取代什么 GPU 咯。所以我刚才不是在上一段就曾经讲过，黄仁勋这个时候再不进去，他就永远都不要再进去了，因为接下来马上就有迭代更新的这个运算晶片出来了。所以这就是量子力学量子运算重要的地方。第二个核融合，核融合现在是未来 AI 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捩点。
美国的5大科技巨头现在都在拥抱核电，要么就去买核电厂，包含连那个三里岛曾经出过事的核电厂，他们把它买下来重建了。然后呢，要么就投入核融合，像 OpenAI 在做的就是小型核融合。谁能够突破核融合的关键技术，谁就能够像太阳一样源源不绝的制造能量出来了。所以核融合当然是接着影响人类未来100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尖端科技啊。那么中国大陆自己的电力这个供给已经其实相当足够了，多到已经都可以出口了，可以外销了，可以卖到其他的国家了。但他们仍然全面的在投入核融合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的了解 AI 的迅速发展，接下来所需要的电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么包含像最近北大的团队才公布了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消息啊。日本先前还在威胁说要断掉中国大陆光刻胶的提供，说一旦没有光刻胶，你的晶片就不要生产了。结果北大团队没隔多久立刻宣布，他们已经攻克了光刻胶的技术，他们把光刻胶的所谓的不良率，就是瑕疵率，可以降低了99%了。对，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们一直在科技的这个领域上，一直不断的逐步的往前推进。你现在有15的计划在做后盾，再来投入了政府的力量，我相信接下来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发展是值得令人期待的。好，我们看到大陆现在在15规划里面已经把这个科技视为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科技就是国力，那所以现在呢，其实外媒也做了一个分析，习近平主席之所以有这么有底气哦，他觉得有非常多的原因。那其实外媒也针对了从2013年习近平他的演讲谈话1万多篇的文章里面来做了一个分析，这是来自于《经济学人》跟《人民日报》做的分析。他认为说，习近平现在的政治语调变得更加的强硬，言谈就像一位处于权力巅峰的领导人。那习近平他确实也强调，中国如今已经是强国，世界处于100年未有的大变局，反映出了他坚信全球权力平衡正在朝中国来做倾斜了。他的底气来自于哪里呢？在大国竞争当中可以战胜川普吗？那干哥又怎么看？在于他的底气就是中国的全面飞，就是说起飞。中国的所有的科技以及出口以及贸易以及商品，你会发现说中国是不断的在往前要进。你会发现以前你认为说它的东西恐怕都有产品的品质的瑕疵，现在没有。你去看看中国很多在淘宝上面的产品，你说我们去买了回来，发现说那跟我们台湾做的差不多啊，已经没有两样了。这就是中国的它的生产的能力普遍的提升，还有中国的消费能力。最后那一句你看了你会觉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希望这个“15+5”计划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句话其实很客气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多，他必须要总平均下来，他认为只要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已经达成了他的“15+5”计划。我认为“15+5”计划很快的。不用等到2030年就可以达成，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朝向均富的发展，你看不到中国哪里还有死角，高铁到不了的地方哪里？还是铁路到不了的地方？还是公路到不了的地方？还是电动车到不了的地方？没有了，通通到得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为什么不会均富？其实我最要紧的，我最在意的是他最后一点，“15+5”计划。长达这个2万多字，对不对？对。他最后有提到，对于两岸关系，有我特别看了这一段，你知道，他完全没有提到对于台独的制裁，这跟以前的口气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习主席他多了一分什么？他多了一分就是谅解，啊，多了一分这个让台湾同胞能够。感觉到祖国的善意，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他完全没有提到，他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讲的非常的，就是说非常柔和的语调。然后两岸交流不能停止，促进祖国统一。其实他讲的话没有太多新的，但是我觉得你就会觉得整个的这个演说讲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我并没有说我现在一定要制裁台独。